欢迎来到 Super ELS Station。大学同学里有个姑娘很特别，她叫唐诗。当然，特别并不仅仅因为名字。如果非要说个特别的理由，我想应该是因为她安静、孤僻，不那么合群，而且脸很大。唐诗确实又高又瘦，从不敢穿带跟的鞋子，却还是能轻松地超过半个班男生的个头。在这样的身材衬托下，型号偏大的头部和尺码宽松的脸就显得有点引人注目了。就因为这个原因，从入学的第1个月开始，唐诗因为美好的名字就很少被人提起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生动形象的外号——大脸猫。这个安安静静的姑娘倒也顺从，无意间听说这个外号以后，呵呵一笑，默认了。到后来，甚至连自称都变成了大脸猫。记忆里，每次上课，她都怯怯地坐在最后一排，依然免不了被同学们大脸大脸的调侃和嘲弄。唐诗并不是个乐观的姑娘，我猜想，在初入大学校园的敏感青春里，这个唯一的缺憾，也许是唐诗掩藏在傻笑附和之后的终极伤疤。在繁忙又分散的大学时光里，这是我对唐诗，也就是大脸猫寥寥的记忆。也许这个班级并没有给过当时怯懦自卑的他任何温暖、理解与鼓励。从那以后，唐诗就失了联系，没有人问起他去了哪里，似乎也没有人在意。直到前些日子，突然在众多的家友申请里看到有人备注唐诗，我看着眼熟，迟疑很久才想起来这是大脸猫的名字。一阵寒暄回忆之后，我问猫猫在哪里工作现在？他的回答却让研究生尚未毕业的我感到啪啪打脸。大学开始就四处做兼职，后来进了一家公司做销售，现在跟朋友一起在郑州开了一家小公司。乍舌之际，我翻了翻他的朋友圈，看到照片上那时尚自信的美女 boss， 哪里还有当年大脸猫的一点痕迹？虽然容貌未改，大脸猫依然大脸，但是发型的陪衬和气质的烘托，让大脸猫变成了活脱脱的大美女。猫猫，真为你感到高兴，这2年一定很辛苦吧？说真的，创业以来这半年，我都没好好睡觉，朝5晚9，累成狗，每一步都特别不容易。咱们还年轻，干嘛这么着急逼自己呢？因为年轻啊，没几年可以改变，也没几年可以奋斗。唐诗的话像一记重锤打在我的心上，我开始回忆起他从最初的自卑、怯懦，到现在的自信、稳重，看起来安安静静，却没有一刻停止折腾。细细的数数时光，年轻确实没几年可以奋斗。听多了大学毕业的朋友抱怨就业困难，工资太低，不受重视，前途迷茫。24、25的年纪初入社会，我们总认为自己年轻，工作不好找，一切都没开始。可仔细想想，这个年纪正是我们最值钱的时候。因为我们年轻，我们有新鲜热乎的知识，运转飞快的头脑，我们对互联网前沿文化驾轻就熟，学什么一学就会，做什么干净利落。我们虽有点桀骜，但还好性格温和，虽然没有太多经验，但至少敢于犯错。只要肯努力，整个世界都没有理由挡路，更没有理由拒绝。可是3、5年后呢？当我们站在30岁的分水岭上，当我们成为愁嫁愁婚的大龄剩女，或者拖家带口的新晋妈妈，当我们的激情被生活磨损，脾性被工作削尖，
当我们因为家庭而疏忽工作，当我们因为宝贝儿而心力交瘁，当我们有了几年工作经验而不肯屈就，自以为年长而不服新人，当我们不再能与00后甚至10后的网络文化无缝对接，当我们不再张狂，缺了点创新意识，当我们工作中规中矩，薪资却越喊越高，有哪个公司会好心的理解、容忍、收留、供养？唯一的方法就是在像还年轻的时候，仍然张狂的年纪，好好的去改变，认真的去奋斗，改变到出类拔萃，奋斗到独当一面。3-5年后，以高层的身份留在一个公司，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。即使不在企业工作，考公务员、自主创业，也都大抵同理。若不想被替代，只能做到无可取代。在此之前，我们真的懒惰不起，老不起， out 不起，安逸不起。20多岁这几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，从20岁到30岁，10年的时间，我们要花一半去拿漂亮的学历，装满腹的学识，花剩下一半去跻身立足，实现梦想。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如果这10年是一场战争，那么每一年都是一场战役，每一步都是一场战斗，每一天都是一个战场。作为姑娘，作为在职场上承受更多，在家庭里担负更多的女性，你可以输一场，但几年输下来，也许就是一生。几年前，张杰曾经唱过一首歌，今天我终于站在这年轻的战场，请你为我骄傲鼓掌。而姑娘们的战斗永远不需要聚光灯，也不需要满世界的鲜花和掌声，只需要像大脸猫一样安安静静的默然改变，寂静成长，令人惊叹却不博人惊叹，值得欣赏却不期望欣赏。后来唐诗来我的城市小聚，我对他说，要不加入咱们的班群吧，那么多同学在，大家一定都会以你为骄傲。猫猫笑了笑，优雅地搅着咖啡勺，无所谓吧，过好自己的人生，在能奋斗的时候用尽全力，能改变的时候竭尽所能，这是对自己负责，跟扬眉吐气没有半毛钱关系。